把孩子放我家门口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谁的孩子呀？有人吗？挺胖的呀。好了好了，是饿了吧？走，带你回家弄点吃的。得，这不是小飞姐吗？啊，小白，你干嘛去啊？我这前面有点事儿，你这干嘛去啊？我抱着孩子去给他买点奶粉啊、尿不湿之类的。小飞姐，你说这个孩子是你捡的，又不是你生的，你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？小白，瞧你这话说的，这个孩子啊，我既然捡到了他，说明啊他跟我有缘。我既然捡到了他，那我就要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呀。可是小飞姐，你现在还没结婚呢，你说你这带着孩子，这以后怎么嫁人呀？谁敢要你啊？要我说啊，你还是把孩子送人嘛。我正好啊有个合适人选，这我一个朋友呢，他们小夫妻啊，这儿不能生孩子，要不你把孩子给他们吧？那怎么能行呢？我既然捡到了他，那我就应该好好的把他抚养长大。我把他送给别人，那算怎么回事啊？可是你想过你的终身大事吗？你这以后你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碰到合适的就找呗，碰不到合适的，这不有孩子陪着我吗？小飞姐，你能不能别傻了呀？这孩子只是你捡来的，你没必要把他养大的啊。小白，你就别劝我了。自从啊我见到孩子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啊我和他特别有缘，就深深的就喜欢上他了。所以啊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把他送人的。小飞姐，你这么做，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哎呀，不会的，小白，我知道你劝我啊都是为了我好，但是啊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一定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。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说了，这孩子也该饿了，我去再买点奶粉去。小飞姐，哎，行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烦死了！今年他过生日，明天他过生日，哎，这又得出去不少钱。妈，就知道你在菜地呢。那不弄点菜，咱们这就指着一点菜地生活呢。天天有什么出息啊？围着这菜地来回转，能卖几个钱呢？大美，你没听说吗？今年的菜啊挺贵的，这好好打理打理啊，这一块地啊还能卖不少钱呢。可拉倒吧，就这些菜还能卖不少钱，我会信吗？你行了，我找你啊，是想要点钱的，你给我拿钱。大美，你怎么又要钱呀？这个像上个星期妈不是才给你200块钱的吗？200块钱够干什么的呀？一会儿就花完了。你别那么废话，给我拿钱。可是妈真的没有钱了。没钱？怎么可能啊？你是不是有钱不想给我啊？没有。哎，大美，这不是钱，这是什么？大美，这100块钱可是这个星期咱们的生活费呀，你拿走了，咱们怎么生活呀？我不管，就这100块钱我还嫌少呢。吃饭别等我了。大美，大美，你说你这孩子把钱拿走了，这以后怎么生活呀？这，唉。大美，你正好，我正找你呢。找我？怎么了？是饿了是吧？走，正好妈刚干完地里的活，回家走，妈给你做饭去。做什么饭呢？就你做的那饭，谁现在吃啊？天天不是馒头就是咸菜的，有什么可吃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要出去打工了。真的啊，大美，你要跟别人一起出去打工啊？哎呀，这大美啊，长大了，知道替妈分担了。你先别急着高兴，我这出去打工，那你也得给我拿钱呢，给我拿3000块钱吧。什么？大美，你这出去打工要那么多钱干嘛呀？这？那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这我出去，这吃穿住，这不都得花钱吗？还有车费呢。而且我出去，我肯定要租房子住，我才不住那什么宿舍呢，7、8个人住在一间，反正我是住不习惯。大美，咱这出去打工呢，出去挣钱呢。你看咱们这家境条件，你也知道，这妈一下子拿3000块钱上哪去拿去啊？我不管你去哪拿，反正你必须给我凑齐3000块钱，要不然我在外面打工，我怎么能舒服？
我这吃的不好，住的不好，你说我上班哪来的精神？大美，行，别生气，这妈去给别人借点，去给他凑凑，我给你凑够行吧？3000块钱都需要凑，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出息。你说说，像你这么没出息的人，当初干嘛生孩子呀？还把我生下来跟着你吃苦受罪。大美，行了，你先回家等着妈吧，妈去给你想办法凑钱去。你赶紧的。行。大美，钱呢？凑够了吗？妈只给你凑了2000块钱，拿着。凑了那么久，就凑了2000啊！大美，这妈认识的人也就那几个人，这能凑的都给你凑过了，只能凑够2000了，你省着一点用吧。你说说你啊，这挣钱不行，凑钱也不行，真不知道你还活着干什么，一点本事都没有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走了，你自己在家里待着。大美，你一定照顾好自己啊。那么累的活，一个月才那么点钱，我才不干呢。这我闺女也出去打工去了，这也不知道在外面吃的好不好，睡得好不好。哎，你说这一走，这家里冷清清的。我回来了。大美，你不是出去打工了吗？这怎么回来了？你说我怎么回来了？那是人干的活吗？干活又那么累，工资还那么一点儿，让我一天做8个小时，在那里坐着，我才不干呢。大美，那你不愿意干，咱就不干。那这剩下的钱给妈吧，这妈都是借别人的，我也好去还给人家。钱？什么钱啊？我早花完了，那2000块钱够干什么的呀？大美，你怎么把钱花完了呢？你才走这几天呀，你不知道吗？那钱都是妈借别人的。借的又怎么了？我花都已经花完了。你说我这好不容易去大城市一趟，那些没吃过的、没玩过的，那我不得通通玩一遍呢？就那2000块钱都不够花呢。大美，事到如今，那妈就跟你说实话吧，你不是妈亲生的，你是妈捡来的。你说真的？我就说嘛，像我这么命好的人，怎么有你这么穷的一个妈？那我亲生父母在哪儿？他们是不是很有钱啊？那我以后是不是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？大美，你亲生父母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上面有他们的地址，就在妈的床头上面放着呢，你自己去看吧。床头。大美。大美，这一走就是1年多了，这妈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你。哎，那不是小飞姐吗？小飞姐，小飞姐，小飞姐，你怎么了？喂，120吗？也不知道我那个恩人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哥，这不是大美吗？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看看我那个恩人过得怎么样了呀。这毕竟也是他把我养大的，这回来看看他也是应该的。大美，你妈把你养了20多年，你连一句妈都不叫吗？你还有点良心吗？我没良心，我会回来看他吗？再说了，他又不是我亲妈，这我之前不知道的时候，都已经叫了他那么长时间了，这我现在都知道了，他又不是我亲妈，我当然不能再叫了。好一个不是亲妈呀！大美，你妈为了你，这一辈子都没有嫁人，全心全意的把你养大，换来的是什么呀？换来的就是你这么对待她。你现在回来看她，
晚了，什么都晚了。晚了什么意思啊？他搬走了？搬去哪儿了？你妈都已经去世了。去世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。这我走的时候他身体还好好的呢，这才多久啊？这怎么可能就去世啊？你认为我会拿这种事跟你开玩笑吗？你妈走的时候，我就在身边，我是看着她咽气儿的。她咽气之前还喊着你的名字，大美，大美，大美。可是你去哪儿了呀？真去世了。你呀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呸！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离开你的。妈，